我现在在上海，上海南京路啊，最繁华的地方。昨天晚上到的，昨天晚上下火车的时候，上海这边还下着雨呢，而且特别的冷，我就随便找了个地方先住下了。今天太阳出来了，今天天气还好啊，但是也是比较冷的。在山西穿什么，在这边就穿什么啊，并没有比山西暖和多少。带大家看看我昨天住的地方吧，看看我第一天来上海住在哪里啊。这个地方南京路，上海最贵的地方啊，在这里住宿也很贵的。我住了一个青旅啊，青年旅社，床位的那种，70块钱，就在这个小巷子里啊，很有生活气息的一条巷子啊，人来人往，很热闹。这上面也是电线杂乱无章啊，你看这上面装饰的这个树叶，这是掩饰它这个杂乱无章的感觉吗？这个房子一看就是很有年代感的那种啊，老房子，这种3层、3、4层的小楼。马路上也是停了各种电动车、自行车、共享单车。巷子下面都是各种饭馆、餐馆，在大马路上餐馆都比较贵啊，这里面的就比较便宜了。我就住在这边啊。名字我就不拍了，直接进去看一下。闹中取静，这是1楼的过道，还有点这个小资的设计感觉啊。我住在3楼啊，去看一下。这就是我昨晚住的地方，很小呀，差不多有10平米左右吧。房间里比较乱啊，因为住了4个人，上下铺的，左右各2个人。这边是卫生间，这是洗手池，这些箱子是别人的，已经住满了。这里面上面是晾衣服的地方，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啊，床位。我就住在这个上面，就是这么小的一个空间，就是一个盒子，下面也睡的一个人。这边也是一个床铺，这个哥们儿已经走了，早上很早就出去了。这边有个小窗户啊，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。这就是整个房间的情况，简简单单的，还是比较挤的。这上面有一个空调。再去卫生间里面看一下，它这个灯光是自动亮的，一开门就自己亮了。里面是洗浴的，有那个沐浴露和洗发水，空间也比较小，门口就是厕所。确实是空间比较小啊，特别袖珍的一个洗手间，上面是排风扇。床位的下面呢有2个储物柜，可以把自己的东西放进去，都是带锁的。好，现在上铺位上看一下啊，这个床铺的宽是1米左右，高也是1米左右吧，反正是比较小嘛。然后这边有个灯，上面可以充电的，这个灯的角度也是可以调的。哎呀，躺下感受一下，大家看看这个空间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啊，在这儿毕竟临时住一晚嘛。这儿还有个窗帘呢，把窗帘拉上，还挺私密的，这里面挺好啊。正对面就是空调，空调也开着呢，它有风吹进来，所以在这里睡觉也不感觉闷热啊。床单和被罩也是新换过的，挺干净啊。我觉得还可以吧，这里毕竟是在上海最繁华的市中心啊，主要是便宜，70块钱一晚上。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你们出来旅游会住在这种地方吗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。南京路步行街，这条步行街应该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方了，很多人在这儿拍照。第一次来到国际大都市上海啊，去这里转一转，看上海南京路上这商店的招牌都是这样竖着的，有点像港片里香港的那种感觉啊。哦，南京路上还有这种小车呢，观光小车。在那边发现一个飞碟，在楼顶，放大看一下，像不像飞碟？
这边是一个圆球，这上面是飞碟，马上要发射了，挺有意思的啊。这条路上，左边是苹果专卖店，右边是三星。三星现在几乎已经没人买它的手机了啊。苹果里面的人也不多了，门口没有看到排队的，里面也没啥人啊，说明现在人都理性了啊，理智了。前面就是华为的专卖店，华为、苹果、三星三足鼎立啊，在这个地方。在步行街的中央有一个小亭子，我本来以为这是卖水、卖饮料的地方，没想到它是个彩票站，刮彩票的人还挺多啊。现场刮奖啊，刮刮卡。从那边过来，沿着步行街一直走，走着走着，哇，突然就看到东方明珠了，太漂亮了。我在这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，这边是现代化的这个步行街，这边就是生活中的苟且。你看这个上海的老楼啊，他们都把衣服晾在外面，这衣架直接就在马路上晾衣服呢。感觉这个不是我脑海中印象中的那个现代化的上海呀，太影响城市形象了啊！整个步行街我都转了一遍了，转完以后心里有一点失落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感觉这么繁华、这么高大上的地方，其实跟我没有关系啊。外面的繁华、热闹、高大上，都是给游客准备的啊。这背街小巷里，才是我们的生活。我就在想，如果我来上海打工的话，大概率也是会住在这个地方吧。可能这里我也住不起，因为这个是最繁华的地方啊，中心地段，房租也很贵的。我可能会住在离这里地铁1个小时远的地方。所以说，这个繁华的大上海看一看就可以了，最主要呢还是要过好自己的生活，做自己就好了，不去羡慕别人。好的，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，这是整个上海最繁华的地方。这个视频呢，就带大家看一下上海的夜景，夜上海。开始喽！夜上海，夜上海，你是个不夜城，花丹青，夜山下，歌舞升平。只惊涛笑脸迎，谁知他们金子们，夜山火中为流。这就是上海最美的夜景了，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啊。哇塞，不愧是上海滩。下面这个呢，就是黄浦江，这一面最耀眼的就属东方明珠了，造型非常的别致。这个是上海最高的楼，也是中国最高的啊，世界第2高，上海中心。河对岸全都是浦东新区，浦东的楼真的是建的一个比一个高啊。现在黄浦江上还有游轮，晚上可以坐船夜游黄浦江，走近看一看。轮船开到那边去了，那边上了以后，围着这个黄浦江转一圈，从那边再翻回来啊。每天晚上都有，太美了这个夜景啊！黄浦江的江面非常宽，浦东的夜景这么漂亮，黄浦江的这边对岸夜景也不错啊。看一下，全都是这种殖民时期的老建筑，也叫做万国建筑博览园。看这个灯光也很美吧，黄色的灯光，绿色的底儿，还保留着殖民时期那个风格。黄浦江两岸啊，这就是迷人的上海滩。看到此情此景啊，
不由得就想起周润发演的那个上海滩了，多少英雄豪杰在这边争霸。这个钟现在响了，整点报时啊！想起那个《东方红》这个曲子了。外滩的游客非常多啊，都在这边拍照。在这儿拍照要抢个好位置啊！现在晚上9点多了，还这么多人。十里洋场烟花地，风云际会上海滩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的外滩，身后这个东方明珠啊非常有名。这个就是黄浦江了，黄浦江的最那边，有一个杨浦大桥。这么长的这个黄浦江，一直都没有桥啊，一直要到那边有一个南浦大桥，很长一段这个路呢都没有桥的。那么我们如果到浦东，东方明珠呢该怎么走啊？其实这个黄浦江江底下是有隧道的，有一个观光隧道。还有一个走汽车的隧道，还有一个走地铁的隧道，一共3条隧道呢啊！这个黄浦江很深的啊，还要走那个大轮船的，很难想象这个这么深的江底下还有隧道啊！现在呢，我就打算去那个观光隧道里面走到对岸去啊，跟我一起去看一下。从外滩的江边下来，这边就是观光隧道。这个是入口，外滩观光隧道，从这里进去啊，直达陆家嘴。陆家嘴就是东方明珠那个地方。进来以后是一个很长的通道啊，因为它是修在江底下的，所以它这个挖得很深。这边是卖票的，我买了个联票的，就是观光隧道和上海之巅118层的那个。这个是一共225，他是要坐这个车进去啊，坐这个车厢，下面是有轨道的啊，像地铁一样，哦，可以进去了，好少啊，我们3个人坐啊，哦，就站在这里看前面这个隧道，车厢不是很大呀，哇，出发了，过天隧道。这边走多半天的路，哇，这刚打开了，像是穿越隧道一样。这跟地铁一样的，这边有车开过来了，为啥开过来？这两边的灯光在那闪闪的，哇，这个灯光，这地方还不错啊。就是这吗？走过一半了吧？现在应该是在江底下走的呢。啊，我以为是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江里面情况的嘛，上面鱼在上面游来游去的啊，那个跟海洋馆似的。结果就是这啊，50块钱啊，这是用灯光模拟出来海洋的那个环境的，让你感觉是在海底一样。这上面还有鱼啊，都是假的。对面应该是到了，已经出来了，全程3到5分钟嘛，就坐这个车厢啊。现在要出去了，出去到那个上海中心大厦、上海之巅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就是出口啊，出来以后就到浦东了，一出口就是东方明珠，近在咫尺啊。这个隧道还是比较坑的。就这3分钟时间，50块钱没有了，隧道里什么都没有。有这个钱，还不如去坐个轮渡呢，轮渡2块钱，或者去坐地铁啊，地铁2块还是3块呢？哎呀，白花了这么多钱。这个景点是个坑啊，又掉坑里了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外滩。
身后就是东方明珠啊，在这个东方明珠的旁边是上海著名的三件套啊，就是这3个大楼，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打蛋器，这个开瓶器，这个注射器，很形象啊。这个打蛋器它是中国第1高楼，632米啊，这个高度，它也是世界第2高楼。在它的楼顶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叫做上海之巅，门票是180。我已经买好票了啊，现在我就带大家到它这个顶上去看一看，可以俯瞰到整个上海市的情况啊。观光厅入口，从这里下去，电梯入口啊，在这等电梯呢，一共是3个电梯啊，现在人少，它只开了1个电梯。只有2个按钮。哦，到了，已经到了。一出来，正对的就是东方明珠了。哇，那边是苏州河。先不往下看啊，先在这上面转一圈，带大家看看这上面有些什么。这边是卫生间。哦，这里还能上一层呢，上面是119层最高的，现在坐电梯是坐到了118层。这边是一个模拟的那个有屏幕的黄浦江，这里还有望远镜，可以望远看啊。那边是拍照的，用电脑合成出来。这里有一个邮箱筒，可以在上海之巅给你家里面寄个明信片。这边是一些卖东西的地方。纪念品啊，然后从这边下去，这边是个下坡啊，往这个边上看一下，往下看看啊，恐高的人不能站在这个玻璃口上，吓晕了，吓吐了。哦，这里比较宽阔啊，今天这上面人少，没什么人啊，我转了一圈，哇，从这里转的看到那个开瓶器了，在下面看的时候开瓶器特别高啊。现在在这上面是俯视啊，这里路又窄了。它这个玻璃啊，不知道是双层玻璃吗？这应该很结实的这个玻璃。站在上面俯视一下上海的全景。今天上海天气不是很好啊，这个空气中雾蒙蒙的感觉，不怎么通透，看不了很远。就是东方明珠最显眼了，黄浦江，这个是苏州河，南京路就在这个位置啊。这里有条很明显的路，这是延安高架吧，应该是。这个黄浦江和苏州河把上海分成3部分了，这个是虹口区，这个黄浦区，这边就都是浦东区了。浦东区这边全是高楼大厦呀，这就是中国最有钱的地方。看看浦东这边有什么楼啊？最明显的呢就是东方明珠，然后就是各个银行的总部，有中国银行、上海银行、民生银行，还有恒生银行，这边是汇丰银行，花旗银行，这边还有中国太平保险，那是东亚银行，都是各个银行的总部。银行就是有钱啊。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盖这么大的楼，还有保险公司也有钱。这个是汤臣一品，上海最贵的楼盘啊，好像40万1平米。这个下午的时候，我在这边外滩这里啊，往浦东这边看，觉得这边的楼都特别的高。但是我现在站到这个118层往下看的时候，觉得这个楼也不怎么高啊。站的高度不一样，看到的也不一样啊。人还是要往上走。从这个角度看得清楚，汤臣一品就在黄浦江江边，对面就是老上海啊，那个城隍庙、豫园都在这里，这个位置。远处那个就是南浦大桥，它这个开瓶器这上面是方的，它之前设计的是圆形的啊，因为是日本人设计的，像是日本国旗。后来很多人反对啊，就把它改成方形的了。这边就是注射器，是那个金茂大厦，这个大楼一共是88层。
这个是多少层我忘了。这个开瓶器也能上去参观的，它上去以后是在这个地方参观的位置，是在这个上面的小房子里面。金茂大厦88层也可以上去。它这个金茂大厦设计理念、设计灵感是根据西安大雁塔那个啊，大家看一下，跟大雁塔的那个造型非常像，一层一层的叠上去，上一层比下一层收紧了，越收越紧，收到最上面的时候就是一个尖儿，像一个注射器啊。朋友们，这楼上的情况就是这样了啊，一览众山小，视野非常好。一会儿马上天黑了，再看一下上海市的夜景。好，这个视频先拍到这里啊，下个视频我们看夜景。看完这个视频，大家又省了180的门票，是不是很开心？那就点个赞吧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外滩，现在我已经到了这个楼的底下了。这就是上海的3件套：打蛋器、开瓶器、注射器。哇，从这下面仰视啊，真的是非常的高。我一会儿去的就是这个打蛋器，它这是旋转的，螺旋形的，这个楼体还转圈呢，太厉害了！走上去看看，就在对面。观光厅入口，从这里下去啊。检票进来了，现在去坐电梯去。电梯入口啊，在这等电梯呢。即将乘坐超高速电梯，吉尼斯世界纪录证书，世界最快的电梯啊！证书是长这样的，第一次见。这个电梯是多快啊？每小时73.8公里，每秒钟18到20.5米。这是有人下来了，他下来我们上去啊。一共是3个电梯啊，现在人少，他只开了1个电梯。各位来宾，欢迎光临上海之巅观光厅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Shanghai Tower. 现在您所搭乘的电梯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超高速电梯。Now we are taking the world's fastest high-speed elevator. 电梯最快速度可达每秒18米。Fastest speed is 18 meters per second. 仅55秒便可到达上海之巅观光厅。In only 55 seconds, we will reach Observatory of Shanghai Tower. 118层到了，祝您参观愉快。We have arrived at 118th floor. Wish you a pleasant tour. 只有2个按钮。哦，到了，已经到了。这个电梯太快了，现在耳朵好像还有点那个嗡嗡嗡的声音呢，耳朵适应不了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的浦东，这个视频带大家看一下上海的夜景，非常的美啊！东方明珠、黄浦江、外滩，这有一条路，这个灯光照得非常明显。这条路，这是延安高架桥啊。黄浦江的这边就是浦东新区，全都是高楼大厦呀。看看上海的这个灯光啊，晚上全部都亮起了。上海被称作魔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特别魔幻呐，这是一座魔幻的城市，光看着这灯光都让人着迷，如梦如幻呐。我现在是在浦东的这个上海中心大厦119层的观光厅啊，也叫做上海之巅。这里是中国最高的楼，也是世界第2高。那边是餐厅，可以边吃着晚饭边欣赏的这个夜景啊。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啊！有钱人的快乐想象不到。魔都上海的夜景真是好美呀！
带大家在这个观光厅转一下吧，看看这里面是什么样的啊。上一个视频我拍了白天的情况了，现在我拍它这个晚上的情况。这是119层啊，白天我拍的时候是118层，是下面那一层。这个门票是180块钱啊，然后买了票以后坐电梯上来，这2层都可以逛。这边呢还有咖啡厅，喝点咖啡，还有吃面包、蛋糕之类的啊。在窗户边有很多椅子啊，坐在这里看着夜景，真是太爽了。现在我下去了，去118层啊。这层的人要多一点。你看，刚才是119层，上面是咖啡休闲的，这一层跟上面差不多，都是一样的，围着这个360度可以转一圈。但是这一层的人多一点。今天总体来说人不是很多啊，大家都是在这边上拍照的。往这边走着看一下，这里面是转一圈嘛，360度。换个角度看一下外面，找个好的角度啊。这个角度可以看到这个开瓶器，下面是注射器。那边有好几个银行总部啊，农业银行。哎，那边是杨浦大桥啊，就这个桥。看一下这边的道路，横平竖直，纵横交错，这个道路的脉络非常明显。这条路主干道啊，这个灯光很亮，在这个位置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南浦大桥。那边还有一座桥，那个应该是卢浦大桥。在这一片啊，其实还有很多的过江隧道的，都看不到的。这就是在观光厅看的上海夜景啊，大家觉得好不好看？你们看了我的视频，又省了180块钱啊，帮我点个赞吧。我现在在上海，身后这里有一个地铁站。在上海这么多天，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这边的地铁线路超级多。说的夸张一点啊，这边的地铁线路可能比很多小城市的公交车线路都多。每次我坐地铁的时候，都要在买票那里思考半天，该哪号线倒哪号线啊。总之我觉得是挺复杂的。现在进去看一下，这一站叫陈家浜站，是2条线的交汇口。没有电梯啊，走下去了。进来了，去买票坐车。先在这边看一下线路图啊，这就是上海的地铁线路图。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是什么感觉？这密密麻麻的，杂乱无章啊，像一堆那个毛线缠到一块了，头疼吗？看到这一片，好想给它捋直了呀。这一个颜色就是一条线路啊。也不知道这一共有多少条线路，已经遍布整个上海市了，密密麻麻的。上海的这个地下已经被挖空了，有线路的地方都在地下呢。它这个地铁线路为什么让人看着觉得头大，觉得复杂？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规律啊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上面这个1号线啊，从上面下来，你看从这里转了个弯儿，从这边要出去了。它就不是直直的通下来呀。再看旁边这条，转了个弯，转到市中心，又转到这边去了。你看这条线路，这是2个汇成一个，汇成一条线，然后转到这边去。这条线和这条线都是走的对角线啊，从这个西北方向开始，最后结束是在东南方向。下面这条蓝色的，它是从西南方向开始，然后到达东北角。还有它旁边的这个绿色的线路，也是从西南角开始，然后到达东北角，都是打的对角线。
好像找到一点点规律了。对角线啊，这个设计师是这样设计的。这个地铁线路也不知道谁设计的，他这个水平不行啊。如果让我来设计的话，全给它捋直了啊，横平竖直，那样的话一目了然，多好看呐！你们觉得呢？在这边我还发现有一个4条地铁线路交叉的地方，就是这个叫世纪大道的，还有这个叫龙阳路的，4条线路交叉，这个就厉害了。我们想一下，你在地面上那个开车的时候，这个十字路口才2条线路交叉，然后就要红绿灯呀、斑马线什么的，这个有4条地铁线交叉，多复杂呀！还是在地下，1条线是1层，4条线就是4层，地下4层。这个龙阳路站好像不只是4条线交叉，它还有一条磁悬浮呢，这条线还没算进去呢。如果加上这条线，那就5条线在这儿交叉了，太厉害了！在那边的线路图上查好我要坐几路地铁线了，然后在这边的机器上买票啊。你要不在那边先查好的话，你在这边没法买啊。你看这个机器上是这样子的，我刚才事先查好是7号线啊，按一下，出来这一堆。我要去的是这个厂中路，4块钱，扫码支付啊，买好票了啊，就是这个了，然后去坐车，还要安检呢，过了安检了，刷一下卡，车来了，好多人呢。我现在在上海城隍庙，去这边逛一下。这个城隍庙入口的地方都是卖黄金的，很多珠宝首饰、黄金的店。城隍庙是上海一个比较有名的旅游景点吧，除了南京路，应该就属这里最热闹了。这里面确实挺漂亮的，都是这种仿古的建筑啊，古色古香的。晚上灯打开了也挺好看的。像是江南水乡一样，这边的灯笼是真漂亮呀，这种造型的。这边的灯笼又换了样式了，换成这种的了。这两边都是商店，大部分是卖吃的了，各种小吃。城隍庙的小吃非常多。来之前我看网上的攻略，说是这边人气爆棚，人挤人。但是我来了以后，这个人并不多啊。游客是有很多，但是并没有那种人挤人的情况啊。人还是比较少的。这个有个小吃广场，进去看看啊。小吃广场里面这座位很多都空着呢。现在晚上的7点多了，正是吃饭的时候。确实没多少人啊，现在。据说上海本地人不来这里啊，来的都是外地游客。这边是拉面、粉。最有名的蟹黄包，吃包子先喝汤。这个就是著名的九曲桥了。据说上海人每年过年的时候会来走一次，代表着健康长寿。这里还有很多花灯啊。现在桥上面很多人。桥边就是著名的南翔馒头店，这个馒头店还要排队的。这个地方夜景真是绝了，太美了，朋友们！远处还可以看到上海最高的那个楼，太漂亮了。
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。这个视频带大家去坐一下黄浦江上面的摆渡船，正好有个摆渡船开过来了，一会儿就坐这个船。如果要从我站的这里浦西上海滩到对面去东方明珠那里，该怎么走啊？你看这个黄浦江上面是没有桥的，要么是坐这个船2块钱的摆渡船，要么就是坐地铁，也是2块钱。地铁是从这个江底下穿过去的。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走观光隧道，那个隧道也是在这个黄浦江底下呢。但是走观光隧道要50块钱门票啊！我上次真是太蠢了，选了个最贵的观光隧道过去，50块钱。这次选个便宜的2块钱，坐轮渡。就在这个地方买票进去啊，这里是买票的，这边是安检的。买票的单程2块钱，过了安检了，从这里上船，已经有很多人坐上了。啊，就是这个啊，没有2楼，全都在这儿坐着呢，人不是很多，只有中间和这个四周围有位置啊，其他地方都是站着呢。从这儿看一下，前面是驾驶室，过不去，在船上要戴口罩啊。船开始走了，看看两岸的风景。这岸边停的都是执法船、海警船，停了一排啊，排到那边去了。再去那边看看。这个是香格里拉酒店，看看那个最高楼啊，那天我上去了，180的门票啊。这个汤臣1品，这个40万1平米，据说是上海最贵的豪宅。哇，这个中间是货轮，那边还有个超大的船呀，过去。3个船并排行走啊，是怎么样保证他们不撞船的呢？这个船上装的什么东西看不出来呀，特别长这个船。看一下这个黄浦江的江面好宽呐，感觉比长江的江面还宽啊。到了对岸了，对岸就在这个上海中心大厦的下面呢，离这里非常近啊。已经到达浦东了，浦东的码头上停了很多私人游艇。站在浦东这边看一下浦西那里啊，以前浦东和浦西发展差距非常大，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嘛，您要浦西1张床，不要浦东1套房。因为以前浦东这边是乡下，没有人愿意在这边待呀。一江之隔的浦西当时是花花世界上海滩，所以大家都往浦西跑啊。但是自从设立了浦东新区以后，这边发展非常快，一天一个样，这房价蹭就涨上去了，就像这个大楼一样啊。现在的变化太大了，在中国你要看40年的变化去深圳，你看30年的变化就要看浦东。我现在上海外滩，这边来了一个超大的轮船，这是货轮吧？没想到这个黄浦江上面这么多货轮啊！这些船在它跟前显得特别小。这上面过去很多船的，特别繁忙这条黄浦江。没看到几个游轮，都是货轮。在外滩那边是人挤人，拍个照还要抢位置呢。你看这边就没有什么人啊，所有游客都集中到那边去了。这个位置拍照也不错啊，这个角度能把东方明珠这些大楼全都拍下来。面前的这条河是苏州河，然后那条是黄浦江，这里就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地方啊。它在这个地方修了一个桥，这个桥还是挺有历史的。
叫做外白渡桥，这是英国人设计和建造的，当时1908年建成的，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个桥全部是钢结构的，用钢材建的，这个钢材都是从英国运过来的。当时英国的国力确实很强啊。这个桥在很多电影电视剧当中出现过啊，他们都喜欢拍这个桥。那个上海滩这种电视里面，以前没来上海嘛，觉得上海这里很现代化呀，特别的高楼大厦啊。来了以后发现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老建筑，就在这个河边呀，非常多的老建筑。那边是邮局大厦，这边还有一个更大的楼，这个楼叫上海大厦，这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了。现在还在用呢，这是一个酒店吧？现在这也不知道用什么材料做的，这是石头吗？石头加玻璃。上海的这种老建筑都是集中在浦西的，浦东是没有老建筑的。浦东是那个设立经济特区以后盖的那个高楼大厦。如果要看现代化的发展，就去浦东；如果要看这个老上海的风情风貌，就来浦西。就是这个区别啊。去这个桥上面走一走，这个地方很有历史的气息啊，大家看一下，感受一下这个老上海的感觉。到这个百年大桥上，感受一下全钢结构的桥。透过这个桥看浦东那边的大楼，还是很有感觉的。想象一下当时拍电影啊，那个依萍站在桥上要往下跳啊，情深深雨蒙蒙里面。走在这个桥上，想象自己正在拍电影呢，电影男主角。我许文强出来混，就靠3样东西：够狠、义气、兄弟多。霸气嘛！这边苏州河，沿着这条河就可以去了苏州啊。这是刚才的外白渡桥，这个地方就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地方，这里就是汇入点。黄浦江再往那边走，拐过好几个弯以后，就汇入长江了。长江然后又流到大海里面，就是长江的入海口。我现在上海，这是上海的嫩江路地铁站，身后有个肯德基火了，就是这个肯德基。这个肯德基每天会提供免费的食物，就是鸡腿啊、鸡翅呀、鸡块呀，他就是把每天卖的多余的、没卖完的，他就放在门口有个冰柜啊，放在里面，然后让人就免费过来领取。他是在这个超市的1楼，过去看看啊。人好多呀，他就在这个冰箱里放的呢。今天放15份，11点。这么多人肯定都排的，后面人都领不上了，只有15份嘛。排了好多人呀，现在10点45了，还有15分钟。旁边是超市的这个门口，卖鸡排的啊，还是其他一些吃的喝的。里面是超市，就在这超市的入口呢。很早就有人来排队了。勤俭节约自取站，当天食用，仅可复热1次。一排放5排，一排放5个，放了3排，每人领一个就走了。有人维持秩序还好啊，都排队的。如果没人维持秩序，那就抢了。
很快就发完了。测量请佩戴口罩，出示健康码，感谢你的配合。为了符合他人的身体健康，还有最后一份，发完了没有了，后面的人都领不到了。今天的发完了，不到1分钟没有了，想领的明天再来。每天早上11点啊。他这个领的鸡腿、鸡翅都是冷冻的，你必须回去加热才可以吃啊，而且当天就必须吃完，它是有保质期的。这个免费的鸡翅、鸡腿是供这些生活困难的人过来领啊。如果你家里有吃有喝，就不要过来凑热闹了。再就是领了这个呢，不要浪费食物啊。好，就是这样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。这是上海最著名的静安寺，哇塞，金碧辉煌，有没有？这房顶全部是金灿灿啊！今天是阴天，如果是晴天的话，这太阳一照，金光闪闪。我们理解中，这个寺庙应该是在深山老林里啊，但是我们看这个寺庙，就建在上海的市中心。看看这个四周围的环境。高楼大厦林立啊！这个寺庙据说是花费了28亿修建的，但是最贵的还不是这个寺庙本身，是最贵的是它这个地皮，它这块地非常值钱。静安寺这一片的房价均价13万啊，它这个寺庙占地是2.2万平方米，大家算一下这个，乘一下。30个亿左右啊，这块地皮。看一下这个寺庙的整体布局，它是前庙后塔的一个格局。前面是山门和大雄宝殿，寺庙的后面是一个佛塔，佛塔上面有5个小塔，中间大的，四周围是小的，太壮观了，金碧辉煌啊！我上次见这个金顶的寺庙，还是在武当山的金顶啊。这个金碧辉煌的寺庙门票是50块钱，我已经买好票了，进去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我已经进来了，现在带大家看一下静安寺内部的情况。正中间这个就是大雄宝殿，里面供奉的释迦牟尼像，纯银打造的啊。后面那个就是金塔，然后左手边也是供奉的释迦牟尼像，是用的缅甸白玉雕刻而成的，这边是供奉的观音菩萨。一会儿呢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带大家参观一下。正中间是一道院子啊，院子里中间是一个香炉，这个香炉没有开啊。然后现在烧香的话，就是前面这2个香炉。在那边呢，可以现场买香，微信扫码5块钱1支香。很多人在这里丢硬币啊。烧完香，把硬币丢到这个香炉里面去，祈福啊。我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大家仔细观察一下，来这里烧香的大部分都是年轻人，20、30岁为主。站在这个位置看寺庙，真的是非常震撼，金碧辉煌啊，这真的是镀金的。然后这边是鼓楼。那边对应的就是钟楼，腾钟暮鼓嘛。关于这个钟楼，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啊，因为钟楼里面有一个泉眼，这个泉眼据说是直通大海的，这个泉呢就叫做黄泉，一年四季呢都在不停的往外翻水花，然后就据说是有一些不吉利的东西从这个泉眼里冒出来了。然后呢，当地的人就怎么办呢？就镇压它。据说是只有佛祖才可以镇压住这个邪气，所以人们就在这里修建了这个寺庙啊。这就是静安寺，由来。过来看一看里面啊，现在是锁门的，进不去，可以透过这个玻璃窗看一下里面。上面吊着一口钟，那个钟以前掉下来过，还砸到人了。下面用红色的布盖着的，这就是那口泉水啊，那口泉眼，很神奇啊。这只是一些传说故事啊，并不足为信。但是这里确实是有一口泉眼，
而且这些故事呢，为寺庙增添了很多神秘色彩。在钟楼的下面，这里有个门上面有一副对联，我们看一下，写着"泉水映禅心，玉池通法界"，说的就是这个泉眼啊。大雄宝殿里是释迦牟尼像，纯银打造的啊，用了15吨白银，哇塞！包括这个佛身和莲花座。看看这大殿的柱子啊，这个是柚木，缅甸的整根柚木。这个外面的廊柱上也是，这个柱子一个人抱不住的，特别粗。外面是46根。从哪里找这么多的柚木啊？长得一样刚、一样高、一样粗的，太厉害了啊！整个大殿都是用这个柚木做成的。去这个大佛像的后面看一下，这里是有门出去的。这后面有一个壁画，有3幅壁画，讲的是释迦牟尼成佛的一些故事，还有他给讲经啊，成佛以后给弟子们讲经。从这个大雄宝殿出来就是最后面了，最后面是僧人住的地方，你看那边有他们洗的衣服挂在那里，里面和尚住在这里啊。这个里面供奉的是观音菩萨，这个观音菩萨是用1000年的香樟木雕刻而成啊，一整根香樟木，高是6.2米，重是5吨。右手边是观音像，在大雄宝殿的左手边是释迦牟尼像。这个像是用整块的缅甸白玉雕刻而成啊，高是3.87米，重11吨。这就是静安寺的大门了。现在它门口呢都是车水马龙，处在繁华的十字路口交通要道。如果能在这种嘈杂的环境中修道成佛，那更能说明这个人心智坚定。这可能就是大隐隐于市啊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，看我身后这个是什么？世博会中国国家馆。哇塞，这个中国馆看得太喜庆了，中国红，红色的柱子，红色的斗拱，这样一层一层叠上去，这造型太漂亮了啊！以前就在电视上看过，今天到现场看啊，哇塞，还是挺震撼的，没想到这么大一个。我给大家讲一下它的设计理念啊。我们看它的形状像什么？像不像古代的一顶帽子？所以叫做东方之冠。正好戴着我头顶啊，看一下我有没有帝王之相。都说那个三国的司马懿有狼顾之相啊，懂面相的人快给我看一看有没有帝王之相。除了像一个帽子，它还像一个鼎，就是一言九鼎的那个鼎。鼎在中国古代非常重要啊，鼎是这个国家的象征，权力的象征。有一个成语嘛，叫问鼎天下。中国馆这个鼎啊，你看上面大，下面小，然后四周围有4个角。它这个馆呢是悬在空中的啊，大家仔细看一下，这下面是中空的，全靠这4个柱子支撑的。然后它用这种斗拱的结构做起来的啊，一层一层的这样，就给人一种很有力量的感觉，有没有？现在呢，我就要进去参观一下了。是免费的啊，有健康码就可以进来了。哇，我现在已经进来到它的跟前了，好大呀！一会儿呢，从这里坐电梯上去啊。我跟大家说啊，沿着这个台阶往上走的时候，有一种很强烈的压迫感。是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底儿啊，就是一层一层的就收紧了。到这个口这里之后就收得最紧了，无形之中这种庄重感和威严也就出来了，太神奇了啊！这个设计，这里边有2个电梯，这边是上的，这边是下的，这个电梯好长啊！哇，这2边还好有护栏呢啊，
不然这么高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。就是坐这个电梯上来以后里面是这样子的，这四周围有好多展厅，人比较少，现在游客也很少，随便去一个展厅看一下。都是一些字画、书法这样子的展厅，这里面也比较空旷啊。好，就是这样子的，这一层都是这样子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去楼上看一看啊，那边有电梯，坐电梯从这儿上来，这是第2层，它一共是3层，这上面还有1层呢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的，看一下它这个边儿啊，边儿是用透明玻璃，是这样斜面的、斜坡状的嘛。第2层跟第1层一样，都是一些艺术品的展览，字画呀、书法呀。现在去第3层啊，看看这个最上面的展馆是什么样的啊。也很空旷，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，都是看一看这里面的建筑结构啊，这些艺术的东西都看不太懂。好，随便走一走啊。这个展馆里面全都是油画呀，好大的油画。这个是画的向日葵呀，一共是3层，已经参观完了啊，都是一些字画，艺术品啊。从这里玻璃往外望，可以看到一个飞碟一样的东西啊，那个是梅赛德斯奔驰馆。现在去那边看一下，不知道开没开呢。最后又看到一个奇怪的建筑啊，就是这个大漏斗，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呢？有人知道吗？是收集雨水的吗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世博园内啊。刚参观完那个红色的中国馆，现在到它旁边的奔驰文化中心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奔驰馆啊，就像一个飞碟一样，哇，太有特色了啊！扁扁的、椭圆形的，像是飞碟降落在这里一样。当时世博会结束，其他的展馆都拆除了，就剩下中国馆和这个奔驰馆了，其他的都没有了。他们就在这个黄浦江旁边呢，黄浦江两岸高楼林立啊，然后江面上有很多的货轮，货运也很繁忙的。那边的位置就是东方明珠啊，被挡住了，被这个楼挡住了。这个是中国第1高楼，上海中心大厦。那个最顶的地方我也上去过啊，180的门票。大家想看的往前翻一翻啊，看那个视频。这个视频带大家转一下这个奔驰馆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这里就是入口了。这个奔驰馆和中国馆一样，都是免费的，有那个绿码就可以进了。进来以后是这样子的，哇，这里面也是很空旷，这个挑高非常高的，中间是一个奔驰的展车，这可以转一圈的，围着中间这个转一圈。这边有一个楼层的说明，看一下。1层的是主场馆、零售和餐饮，还有地下的，地下是一个溜冰场。这个2层、3层、4层、5层都没有开，可以去到6层电影院，还有是吃饭的地方。能参观的就是这个溜冰场，还有这个1楼，再就是6楼。先去6楼看一下。6层到了。这边都是餐厅，可以边吃饭边欣赏这个黄浦江的风景。这边是一个电影院，在这上面看电影啊。这里面很大的也是，它这里面是圆形的，中间这里面全部都是电影院，然后外面是一圈走廊，这边呢全都是玻璃，可以看到外面的啊。外面还有一圈这个走廊呢。现在没有开，外面呢用这样做的护栏，怕掉出去了嘛。
在这边可以看一下中国馆，上面就是这样，啥东西都没有啊。这里门可以出去的，现在拦起来了，因为这个外面还有一圈走廊，外面那个走廊叫360度空中观景环廊。溜冰场到了，好大的溜冰场啊，里面人还挺多。哇，这个是冰面的溜冰场。其实我也会溜冰的，我没有溜过这个冰面的，这是穿冰刀的。我玩的是那个滑轮的，这个冰面的应该更难滑吧？这里带小朋友来玩挺不错的，里面全都是小朋友。你别看我胳膊啊！哇，我去！冰川！哇，北极熊！哇！远处的冰川掉下去，哇！哇！我给你把心意。哇！吓死了！那这个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大象，那是小象，是小手公。哦，哇，哦，哇，长城了。好漂亮啊！它这肯定是用飞机实拍的。哦，哇塞！哟，太极陵。我上次去印度没去这儿，太遗憾了。哇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。这是哪啊？马尔代夫吗？啊。北极。要钻到海里去吗？不会吧？真的？不会吧？哦，去看海底世界。我去！哦，爽！我去！
4D 体验，这个是排队人最多的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，对着地图带大家看一下我在上海的什么位置啊？这个就是上海市的地图，这条弯弯曲曲的就是黄浦江，黄浦江汇入长江，这里也是长江的入海口，这边就是大海了，是东海。然后东方明珠是在这个位置啊，这里呢是浦东机场，我现在在这个上海的尖剑上，这个位置，这里有什么特别的呢？如果把这个地图放大一点看啊，看了吗？这里有一个圆的湖，这个湖特别的圆，就像是圆规画出来的一样啊，非常非常的圆。这个湖叫做滴水湖，它为什么这么圆呢？现场带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湖啊，哇，非常的大呀，在地图上看着就那么小一点，没想到到了现场以后，这么大一个湖，它的面积跟杭州的西湖差不多大。没错，这就是人造湖，人工添出来的，太壮观了。在这个跟前看不出来它是什么形状的，必须飞到天上才能看到它是圆的。在几十年以前，这个地方其实是一片大海，那么它是怎么样变成湖的呢？因为长江入海口受到地球自转的影响，这个入海口淤积的泥沙就往这个地方偏，日积月累呢，这个地方就变成滩涂了。再加上人工的干预，人工筑堤坝、抽泥沙，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湖了，很神奇吧？沧海桑田就是这么发生的。这个湖水其实没有多深的，浅一点的地方3米多，深一点的地方6米多。这个地方就是湖中央，它这个半径是1.3公里，直径是2.6公里。这个地方就是湖中央了，1.3公里的地方，它修了个雕塑啊。这湖边还有一个网红桥呢，这个桥的形状像波浪一样啊，还是挺美的。远处呢还有晚霞，这边好多飞机从这里经过啊，本来我还想航拍一下的啊，但是看到这么多飞机我就不敢飞了。白色的钟楼，这湖边的环境是真的好呀。没事的时候在这湖边遛弯，吹着海风，神清气爽。最后看一下上海这边的地铁修得有多发达，看这个线路，16号线终点站滴水湖，这么偏僻的地方都通上地铁了啊，太发达了。我现在在上海，这个视频带大家去体验一下上海的磁悬浮啊。这边是磁悬浮的售票处，单程50块钱，我已经买好票了。进站了。磁悬浮这个站台跟地铁里面的没啥区别啊，也是中间在这里等车，车从这两边发车。坐磁悬浮的人不是很多啊。看看磁悬浮这个轨道，它是这样子的，没有铁轨，在两边有两条线，放大看一看啊，没有轨道的。它这个列车运行的时候是浮在这个上面的，所以是磁悬浮嘛。去车里面看看啊。这边是这样子的，没啥人，座位是这样对着的。前面这是什么呀？哇塞，这边是软卧啊。这个磁悬浮上面是没有厕所的，这边是行李架，这是通道，这是两个车厢连接的位置，没有厕所，很大的这个放行李架的。开始出发了，这边有显示它的速度啊，现在已经加速到104、106，最快是430公里啊。看一下窗外的景色。现在去浦东是有地铁的，地铁也就5块钱吧，但是坐这个磁悬浮要50块钱呢，就是为了专门体验一下。
这加速的过程非常快，160多了已经。哦，运行的非常平稳啊！我本来还准备个硬币想放在这里嘛，做那个硬币不倒的试验，但是它这个大家看一下是斜坡的，硬币根本就放不住，它不是平的这个窗台。哇，这个速度非常快啊，可能在视频里大家感觉不到。它这个磁悬浮是浮在这个轨道上面的，所以它没有摩擦力嘛。但是这个声音还是挺高的，现在已经是300的速度了，也就1分钟之内吧，速度就加起来了。现在14.02分。坐在这车厢里是有一点晃动的，如果这个窗台上放个硬币，肯定是站不稳的。它左右摆动的比高铁那个浮动要大一点。它这个速度这么快，如果旁边又经过一辆车的话，2个车错车，那个是最精彩的。旁边如果有一辆高铁就好了，这个磁悬浮可以和高铁比一下，谁跑得更快。我估计是快到了，因为那个速度现在降下来了，降到200了，降到0的时候就到了。哎，那边是普通的火车，哎，看对面。已经到站了，太快了，也就几分钟的时间吧，还没来得及怎么体验呢。我是14.01分坐的车嘛，现在14.08分，7分钟的时间，该下车了。我现在迪士尼，现在早上9点20，正在这排队呢，人超级多。今天上海难得的好天气啊！迪士尼正中央的城堡，我去，这个叫做弹簧狗，我又回到了童年，好幼稚的感觉啊！这个是喷气背包，自己控制上下的，这也是迪士尼里面排队人比较多的一个项目，在那边排队的，也挺刺激的啊。这个造型看的张牙舞爪的。这个项目大人小孩都能玩。对。这个项目门口放着一排婴儿车，很多家长带着小孩来玩啊。这也不是，我不害怕。我的腿，我的腿呢？还我的腿！哎耶！玉米热狗，还有饮料，矿泉水10块，可乐15。买了个可乐啊。15块钱，外面3块钱，矿泉水10块钱，好贵呀！看我后面有个漩涡，啊，要下去了！哇，最后这下超刺激！超大的一只鸭子，真讨厌！这边是烤鸭，那边是苗族。
最上面这个叫什么？这里是上海迪士尼，现在晚上的8点25了，马上就会开始晚上的焰火表演啊。那边是旋转木马，好美呀！现场人超多的，现在全是人啊。晚上8点半开始，现在都占据有利位置了。我们的位置比较靠后，最前面城堡底下那里是 VIP 的位置啊，很贵的。我们站的已经这么远了。哦，开始了！哇！哇，已经结束了，持续了有10几分钟呢，确实是非常的好看。欢乐谷里面是没有这种焰火晚会的，迪士尼还是国际大牌啊。对，你怎么都干不过。现在人都往外走呢，看这个人潮汹涌啊！看完烟花，现在出去坐地铁去，赶紧走啊，走慢了一会儿地铁里要堵了。因为这个人散场了，都往地铁走。最后再在这个迪士尼的门口来个合影吧。这是米老鼠，拜拜。这里是上海的人民公园，今天是周末啊。人民公园里面有相亲角，哇，现在好热闹呀！里面都是来相亲的，在市中心呢。那边是南京路了。又看到这个楼了，上面是个飞碟，高楼大厦林立啊，周围。看看上海的相亲市场，见识一下啊！我去，这太热闹了，
全都是父母给儿女来相亲的啊，都是父母来的，拿个小牌子放在地上，写上自己家的条件，有没有房啊，有没有车啊，什么工作啊，多少岁啊之类的信息。这里面也全都是，这边一排呀，还有这边这个通道里也都是。现在单身的人还挺多呀。进去看看啊！哎呀妈呀，就跟那个找工作一样的，就跟工厂里找工作一样的啊，都把条件写在这个纸板上。89年女孩，85年男孩，95年男孩，95年的都出来了，96年的 MBA 董事长总经理，年薪100万的，3套房啊！这个相亲角规模还挺大呀，从那边一直延续到这边了，然后就延伸到那边去了，这边也延伸过去了，人气还挺旺啊！很多人都把牌子放在这里，然后有看上的就留下电话，打电话就问啊，好多独生女啊。公园里环境挺好，闹中取静的地方，很多树林，树林里也都是家长。这边围着一堆人，因为这家的条件非常好，刚才看了一下，公务员还有房子。转了一圈，我觉得这边相亲角真是太搞笑了，都不是年轻人本人来呀，都是父母过来，然后拿的牌子，牌子上写的自己子女的情况。现在不是恋爱自由吗？怎么本人都不来，都是父母着急啊？而且我看他们也挺敏感的，我拿手机过去拍照啊，他们说不要照，不要照，不要照到我，因为都是瞒着子女过来的嘛，可能是怕丢脸吧，怕他们的孩子看到啊。亲爱的，你慢慢飞，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。亲爱的，你张张嘴，风花香会让你沉醉。亲爱的，你跟我飞，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。我现在上海的桂林公园，这个公园可是厉害了，在解放以前，它是上海流氓大亨黄金荣的私人花园，进去了解一下。很多人还不知道黄金荣是谁吧？先简单介绍一下，黄金荣是上海滩流氓3大亨之首啊。这3个流氓头子分别是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。黄金荣他还是黑白2道通吃的人物。他是当时法租界巡捕房华人能当到最高职位的探长，曾经蒋介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拜在他的门下，厉害吧？这个公园为什么叫桂林公园？跟广西桂林没有关系啊，可能跟黄金荣的老婆有关系，因为他老婆叫做林桂生。园子里种了200多种桂花树啊，有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。桂花树每年的中秋节左右就会开花，然后到时候呢就会桂花飘香，沁人心脾啊。还是说回黄金荣的事儿，黄金荣是怎么样跟蒋介石认识的呢？当时老蒋年轻的时候做生意，他投机倒把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他就来上海躲债了，但是债主就追到他上海了，他实在是躲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拜在黄金荣门下了。让这个黑帮老大罩着他，黄金荣就把他的债主都约过来，约他们吃饭。在饭局上呢，就对这些债主们说：“现在老蒋拜在我的门下了，他的债呢，以后我来替他还，你们就不要去找他了。”债主们一听这话就懵了，这钱肯定要不回来了，谁敢跟这流氓老大去要钱呢？
然后蒋介石就想去广东投奔孙中山，当时孙中山在广东闹革命嘛，但是蒋介石没有路费，没有盘缠啊，然后黄金荣又给他路费，这就是黄金荣和老蒋的关系啊。黄金荣先是收了老蒋为徒弟，然后替他挡掉这么多债务，然后是资助他去广东投奔孙中山。可是谁又能想到，几年以后老蒋发达了，真是世事难料呀。在黄金荣60大寿的时候，老蒋还特地从南京赶到上海来给黄金荣祝寿，给黄金荣3鞠躬啊，还给黄金荣送了个礼物，送的是一个拐杖，是德国生产的，其实是一个隐形的手枪。当时黄金荣非常喜欢啊。当然了，黄金荣也给老蒋回礼了，回的是什么礼物啊？真是绝了，一般人想不到。当时黄金荣很有钱嘛，他是黑帮老大，他就想回一点金银财宝呀，什么这些金钱。但是他手下的人就给他说了哈，说现在老蒋呢，跟人家那么高的地位，根本不缺这些，要回就回到这个老蒋的心坎上。那么到底是回的什么呢？我就直接说吧，回的是当时老蒋拜师帖，就是当时老蒋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拜入黄金荣门下的拜师帖。现在老蒋发达了，他肯定最在意的就是以前自己的出身，以前的不光彩的历史。回的这个拜师帖，才真正的是送礼送到心坎上啊，厉害吧？我们现在逛的这个园子是黄金荣60大寿以后才后来盖的。面前这个建筑就是这个园子的主建筑，叫做四教厅，现在已经成了老头老太太们喝茶聊天的地方了。这个为什么叫四教厅呢？是因为园子落成的时候，蒋介石派人送过来一个碑，这碑上面有4个字，文行忠信，代表着黄金荣要听从蒋介石的这4字教诲，所以改名叫四教厅。从这里就能看出来他2个之间的地位变化了吧。以前黄金荣是老大，现在呢蒋介石成了老大了，黄金荣要听蒋介石的话。这就是黄金荣的故事啊，大家喜欢听吗？听完点个赞吧。我现在上海桂林公园，这个地方在以前可是厉害了，它是上海黑帮大佬黄金荣的私人花园。上个视频我给大家讲了黄金荣和蒋介石的关系，我看的人很多，大家对这个挺有兴趣啊。这个视频我给大家讲一下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关系啊。进去咱们边走边讲。先看一下公园简介，桂林公园原称皇家花园，是旧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帮会头目黄金荣的私人花园别墅。盖这个花园纯粹是黄金荣和杜月笙互相攀比斗富盖起来的。当时杜月笙修了一个杜家祠堂，就是杜公馆，修的是富丽堂皇豪华气派，上海的社会名流都去给他祝贺了。黄金荣看到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啊，因为杜月笙以前是他的手下，现在呢居然比他还风光，那么他就要修一个更大的园子压过杜公馆去。杜公馆占地是50亩，他这个皇家花园占地是60亩，就是要比你杜月笙多10亩，就显示出他的地位啊。但是当时来说，黄金荣的社会地位确实是下降了，杜月笙的名气已经超过他了。杜月笙做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，青出于蓝胜于蓝呀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杜月笙作为黄金荣曾经的小弟，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超越这个老大的呢？这个过程太精彩了啊，简单的讲一下。杜月笙也是上海滩一个小混混啊，以前他是卖水果的，叫做水果月笙，经常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儿，仙人跳之类的。因为他听说黄金荣之前就是小流氓出身的嘛，后来呢慢慢的变成黑帮老大了，他就特别的羡慕，就拜入黄金荣的门下。之后呢，他先是在黄金荣的老婆林桂生那边做事，因为他平时办事非常的干净利落，受到黄金荣和他老婆的赏识，再加上他平时对自己的兄弟也是特别讲义气，仗义疏财，所以跟他混的这些小兄弟们也特别听他的话，特别愿意跟着他。
慢慢的他的地位就提高了。这之后呢，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黑帮大佬黄金荣居然被人绑架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起因全是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叫做陆兰春，她是一个唱戏的。当时从北京来上海唱戏啊，黄金荣特别的喜欢她，就把她给霸占了，然后天天的晚上去给她捧场。这天晚上呢，正在唱戏，他们底下就是一片叫好的，其中有个年轻人啊，叫的最欢，唱得好，再来一个，就是类似这种的啊。黄金荣一听呢，很不高兴，过去啪啪2个巴掌啊，就说你敢跟我抢女人啊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但是就是这2巴掌坏事了啊！被打的这个年轻人叫做卢小佳，他是浙江省督军卢永祥的独生子。卢永祥那是军阀呀，手里有枪有部队。你这个流氓头子，你再厉害，你也是流氓。你碰上这种军队，你是干不过别人的啊！果然没过几天，这个卢小佳就率领部队的人把黄金荣包围了，强行的就给劫走了。这下黄金荣就傻眼了吧？那怎么办呢？赶紧找人救他呀！这时候他们家也是乱成一锅粥了啊！在这个关键的时刻，杜月笙站出来了，凭借自己的勇气，还有他广泛的人脉，成功的一个人就把他救回来了。具体营救的过程肯定是很复杂的这里我就不讲了。黄金荣被救回来以后，他也明白了这个杜月笙绝非等闲之辈呀，所以他和杜月笙呢就磕头拜兄弟了，以后就是兄弟相称了。这时候呢，杜月笙就成功的跳出了黄金荣的控制啊，他就逆袭成功了。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啊，叫什么是江湖？江湖不是打打杀杀，江湖是人情世故。我们看这个黄金荣的一生，他都没有脱离流氓的范畴，就是打打杀杀。但是杜月笙的格局明显比黄金荣高一等。杜月笙玩的那都是人情世故啊，就是做人方面特别会做。我们还是说回黄金荣这边啊，黄金荣跟那个戏子陆兰春的事儿还没完呢。这次被绑架了，他还不长教训啊！他回来了以后，执意要娶这个陆兰春，以至于他的原配夫人都跟他离婚了啊。然后他把这个人娶进家来以后，明媒正娶，8抬大轿，然后家里的所有这些钥匙、管钱的那些全部给这个女人啊。这么看的话，黄金荣对这个陆兰春那真的是真爱呀。但是呢，他又一次在这个女的身上跌跟头了，因为陆兰春根本就不喜欢他，是被他强占的。他跟一个小白脸就私奔了，走时候呢，还把黄金荣的金银财宝都卷走了，还送了一顶绿帽子给黄金荣啊。黄金荣真是气死了，一生之中2次栽在这个女人手上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呀。最后呢，再说一下他们2个的结局吧。解放以后，杜月笙是跑到香港去了，黄金荣呢没有跑，他还是留在上海了。在园子的西北角有一片假山，传说黄金荣死了以后就埋在这里啊。这个假山的前面有2个石像身，一个是石马，这个是什么动物已经看不出来了，这个是守灵的啊。黄金荣死的时候已经83岁了。这个故事就讲到这里了，大家喜欢听吗？其实关于这个上海滩还有好多故事没有讲了，比如说这个杜月笙他是怎么样帮助戴笠的，戴笠又怎么样回报他的，这个黄金荣是怎么样帮蒋介石的，蒋介石去了广东投奔孙中山以后，他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成长为国民党的大佬的。哎呀，这里面故事太精彩了啊，等以后有时间再给大家讲吧。拜拜。我现在在上海，带大家看一个上海最火的小吃店，就是这里卖葱油饼的，这么多人在排队啊！什么情况？第一次见卖葱油饼的也能排这么长的队啊！这里是他现做的啊，你看从这里开始就排队了，把别的商店的门口都挡住了排队的人。旁边有卖馄饨的，卖油条的，这边还有卖包子的。这几家看着这个排队的生意是什么想法呢？现在上午11点，这么多人在排队，他们都不上班的吗？到跟前去看一看，到底是什么葱油饼啊？
吸引这么多人？哦，他这是现做的，这边是做的，那边是煎的，纯手工啊，做的很慢。这个大叔年纪有点大了啊，都驼背了，看起来是很认真的在做。包的这个是葱吗？就是面团里包的葱花，还有肉。这边是煎的，这是一锅能煎4、5、20个，这也不够外面排队的人买啊。旁边站着的是他儿子吗？怎么这年轻人不动手，一直让这个他爸去弄啊？这速度都很慢的。看看这外面排队的人啊，大家都翘首以盼啊，都搬着板凳在这儿等着呢，都预先知道要等很久。哇，这个店只收现金的，不收微信和支付宝。现在这种店是越来越少见了吧？排队之前要先拿号，每人限购5个，跟银行似的啊，还拿号。这个每个是10块钱，排1到4个小时呢，人多的时候。看来他这个人气挺大呀，要等1个多小时呢，我等不上了，去旁边这家吃个包子吧。这家也有人排队啊，他们家是包子，还有快餐，还有炒菜。这家吃饭人也挺多，就在这儿吃吧。这家的菜好多啊，它是装成一盘一盘的，想吃哪个自己拿，它是按盘收费的嘛。快餐那边结账啊，这里面吃饭人也很多。我拿了3个菜，一个是带鱼，一个水蒸蛋，还有一个南瓜米饭，简简单单3个菜啊。这3个菜52块钱呢。上海的物价确实是很贵啊，饭都快吃不起了。大家看完快帮我点个赞，转发一下，帮我增加一点人气。好，就拍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我现在在上海，身后这里是个星巴克咖啡店。这个星巴克门店跟其他的店不一样，它是亚洲最大的这个烘焙工厂，里面有一个工厂的，进去看一看，见识一下。这个星巴克店分2层呢，下面1层，上面1层，一共有2个烘焙机，也是楼上楼下各一个。这边就是加工区，这边就是餐饮区了。面包、咖啡，带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咖啡是怎么样制作出来的啊。到这边是第一步，这边其实就是一个烘焙工厂，把咖啡生豆加工成熟豆。它这个一麻袋一麻袋里面的都是咖啡生豆，全球各地采购回来的生豆，放在这里。看它这个生豆还是绿色的呢。把生豆倒在这里面，其实是一个过滤，把一些不好的豆子，还有一些瑕疵品过滤掉，合格的豆子就从这里运走。过滤好的豆子沿着这个管道，我们看它到了哪了？从这边过来了，然后一直绕，你看这上面的管道正在动呢。绕到那边，然后就加到这个烘焙机里面了，就是这个大圆筒。这个里面就完成它主要的烘焙工作。烘焙其实就是加热脱水的过程。这有个星巴克的烘焙曲线，烘焙就是从生豆烘焙成熟豆的过程，就是加热脱水啊。刚开始这个生豆是有点绿的，发绿，慢慢的给它加热，它就变黄了。继续加热啊，开始像爆米花一样爆一下，然后再爆一下，最后就加工成熟豆了。熟豆以后就有那个咖啡的香味儿就出来了。烘焙的过程中，这个豆子就会脱水啊，然后会膨胀。烘焙好了以后，它这个体积比原来大了好几倍，而且颜色也加深了。它这个烘焙等级还分好几种呢，有浅度烘焙、中度烘焙、深度烘焙。根据每一个咖啡豆的这个产地呀、品质呀不一样，它这个烘焙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。这个要专业人士去掌控啊。
烘焙好以后出炉了，到这个大转盘里面冷却一下，很浓的香味儿出来了啊！站在它跟前能闻到这个咖啡的香味儿。现在冷却好的咖啡豆从这个管子被吸走了，通过这个管道就把它送到中间那个大罐里头去了，储存起来，发往全国各地的星巴克门店。就是这个过程啊。然后我们会看到这个大罐子上还有分出来很多小管道，那个管道是给它现场用的。你看那边有很多那个现场制作的，就从这里把豆子再吸出来一部分啊，用哪个吸哪个。我们看这个现场有很多的管道呀，就感觉这个看不懂的样子，是不是？其实它都只是迷惑我们的，其实没什么用的，做成这样就显得很高大上嘛。我不太懂啊，这是一个业余人士的讲解。刚才百度了10分钟，简单学习了一下，然后再观察这个机器，现学现卖啊。楼上也是，上楼去看看。2楼的人更多呀，跟1楼布置基本上一样。2楼这里也有一台机器啊。从2楼往下看，看得比较清楚，这么多管道，各种机器啊，叫不上名来。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桶，可以坐在这个边上，边喝着咖啡，边看着下面怎么样做。星巴克还是厉害啊，直接就把工厂搬到咖啡店里面来了。也可以是说，直接把咖啡店开到工厂。环境这种氛围很好，很自由的感觉，很多氛围组啊。这边是面包，现场做咖啡。我想知道怎么样报名参加星巴克的氛围组啊？招不招人啊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上海，看我身后这个是什么？哇塞，一艘完整的航空母舰，甲板上都停满了战斗机啊！我是第一次亲眼看到这个航空母舰，超级巨大。当然，这个是模型，不是真的啊，是1:1的模型。现在我就带大家上去看一看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这边就是航母的入口，在航母旁边停着一艘潜艇，潜艇我也进去了，那个也拍了视频了啊。现在先上航母去看一看，坐电梯上来，里面是这样子的。这里就没啥看点，主要是去甲板上看一下。到航母甲板上了，哇，第一次登上航母啊，这上面非常的空旷。这是航母的舰岛，这边都是歼15。以我有限的航母知识，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航母是怎么回事啊。航母的动力分为2种，一个是核动力，一个是常规动力。我们国家的都是常规动力。目前咱们国家只有2艘航母，一个是那个辽宁舰，一个是山东舰。山东舰是咱们国家完全自主建造的航母，算是第一个国产航母吧。这个航母其实就是一个移动的海上机场，让这些飞机在航母上起飞降落。航母的战斗力有多强，主要看它携带了多少架战斗机。像我们国家都是舰载机，都是歼15嘛。航母这个甲板上是这样分的啊，它是这边是舰岛，就是指挥人员还有雷达全部布置在这边，然后这边是降落区，飞机降落的，这边是飞机起飞的，互不干扰。先说一下起飞区，平时呢飞机就停在这边，还有下面的机库里，需要起飞的时候就从机库里，这里有个升降机把这个飞机运上来。它这个翅膀平时都是折叠的啊，不然它太占地方了。然后运上来以后，飞机开到这里，把这个板子扰流板打开，飞机就点火，然后加速，从这里就冲出去了。这个飞机起飞方式就是滑跃起飞和这个弹射起飞。目前咱们国家全都是滑跃起飞，没有弹射啊。像什么电磁弹射、蒸汽弹射，现在咱们的航母上还没有呢。说一下这个弹射起飞比滑跃起飞好在哪里啊？首先，这个飞机起飞的时候，它需要携带油、携带导弹，
出去作战嘛，它是飞机靠自身的动力飞的话，你就带不了太多的东西。但是你靠弹射起飞，是把你弹出去的，那你就能带更多的油和更多的导弹，这样你和别人打仗的时候就有优势。但是弹射起飞技术比较复杂，像我们国家刚起步嘛，一般都是采用的滑跃起飞。等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了，攻克了这些难题以后，肯定要上弹射起飞的。说完了起飞区，再说一下降落区。我们这里首先明确一个概念，这个舰载机降落的时候啊，它自己是停不下来的，因为这个跑道太短了，它的速度停不下来，就冲进前面掉海里去了。那么它是怎么样停在航母上的呢？其实是用绳子把它拦住的。在降落的那里啊，有3道阻拦索，第1道、第2道、第3道。飞机降落的时候，尾巴这里会放出一个钩子来，它会勾这3道阻拦索。先勾第1道，第1道没勾住，勾第2道，第2道还没勾住，就勾第3道。只要勾住任何一道阻拦索，就可以让飞机停下来啊。那很多人就要问了，万一一个都没勾住怎么办呢？那飞机是不是就冲进海里去了？所以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，舰载机降落跟我们普通的飞机是不一样的。普通的飞机降落呢，是速度慢慢的越来越小，然后就停下了。舰载机呢，速度不能降，而且还要加速，就是怕它这3道阻拦索一个都没勾住，那它在这边的时候就加速重新起飞。因为这个飞机它达不到一定的速度是飞不起来的，到时候就掉海里了。所以它降落的时候是在加速啊，全靠这个绳子把它拽住。所以这个绳子质量非常关键。现在我到了航母的尾部了，哇，从这里看，这上面真的是非常的大呀。我们的第1艘航母山东舰比这个还要大，那个是300多米呢，这个模型只有200多米长啊，太壮观了。这个视频结束了，下个视频去参观一下旁边的潜艇。我现在在上海，看我身后啊，这里有个潜艇，这个潜艇是真的，它03年已经退役了，放在这里现在是参观的，可以进去参观的。我之前在抚顺那边参观过一次潜艇，那个也是退役的。今天在上海这边再参观这个潜艇啊，从这里进去，它这个进入的方式是从这上面下去的。看一下这潜艇的全景，特别长，在那边一共是76米啊，那是尾部。这里是下去的地方，哇，从这个洞上面钻进去啊。这个是那个舰岛，旁边是航母啊，航母是那个模型1:1的，但是这个潜艇确实是真的。首先说一下，这个没有什么秘密啊，是买票进来就可以参观的。现在我从这里钻进去，哇，这台阶好陡啊！进去看看。我这的这个是鱼雷舱，一进来就是放了个大的鱼雷。这里可以放6个啊，这左右各2排，一排有3个。里面还是挺高的，挺宽敞的。这个是鱼雷发射的那个装置啊，鱼雷平时放在这个架子上，要发射的时候就把它放到这个管里面去，正好这边也是有6个，一对应的关系。看这个鱼雷发射器，很多压力表啊，布局就是这样的。我现在是在潜艇的舰尾，尾部的位置，一会儿就从这儿往前走，看一看前面。这是要去前一个舱室了，哇，这个特别小，要从这洞里面钻进去，要先迈一只腿啊，然后才可以进来。看一下这个舱是做什么用的啊？这个舱分为2层，下面那层是放蓄电池的，现在已经盖住了，看不到啊。上面这层就是平时活动的地方，中间这个位置啊稍微宽敞一点，这就是平时吃饭、开会、聊天都在这个位置。然后这张桌子呢还可以做手术台，这边就是他们平时住的地方。
这个是机电长航海长室，看看他们住的这个床啊，特别的短，我估计也就1.5米、1.6米这个长度。那边住2个人，这边能住2个人，这边是住政委和副政委的，也是特别短。在潜艇当兵的话，身高一定不能太高了，像我肯定当不了这个潜艇兵。这个是舰长室和机要员室，也是上下2个，特别的短。这边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地方啊，很多的这些机器，咱也搞不明白呀。好，去下一个舱室，又是从这里钻过去啊，很小的一个洞。哎呀，这边有一个梯子可以通到上面。看一下这个舱室是干嘛用的啊？这个就是平时的指挥舱，舰长就在这个位置啊指挥。然后这里有很多这个传话的这个大喇叭。舰长在这里就可以发号施令啊，指挥全舰。这边是声纳室，这边是海图室，然后这边是雷达室，一共是3个室。这里有2个潜望镜啊，就是在潜艇里面就可以观察到海面和海底的情况。它一个是对海面的，一个是对空中的，2个潜望镜，功能不一样的。好，这就是这个舱的一些情况啊。这边有非常多的管子，很多的开关，咱也搞不懂是什么东西啊。反正大体的布局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是指挥室啊，再去下一个舱室。这个舱就是他们平时住的地方，中间过道还算是挺宽敞的。这边有2张床，这个就是里面住的人比较多。你看这里有上下的吊床。水兵帆布床，这边可以住6个人啊，反正也是比较窄，这个床也很窄。然后旁边呢也可以睡3个人。当这个潜艇兵真的是很辛苦啊，他们一出海就是好几个月，平时吃住都在这么小的这个地方。你看看这个位置啊，给潜艇兵点个赞，朋友们。这边呢是厨房。看看这个潜艇里面的厨房，锅碗瓢盆，那边是洗菜池，这边炒菜是不能有油烟的吧？这个油烟排不出去，因为在海底呢，排到哪儿去啊？从厨房这儿出来，去下一个，这个舱室是柴油机舱，2个柴油机，主要是给潜艇提供动力的，推动潜艇往前走啊。也是有很多仪器，很多管子。看不懂啊，去下一个舱室。哎呦，它每个舱室之间这个门都非常的小。这个是主电机舱，这边有介绍啊，去下一个舱室啊，这就是最后一个舱室了。然后从这里就可以出去了。这里面也有2个鱼雷发射舱，鱼雷去哪了？是已经装进去了吗？然后这里呢还有一个水下厕所啊，我们看看潜艇上的厕所，现在它关了，只有这么小一个。在这里上厕所不是你随时想上就上的啊，上的时候还要打报告呢，因为潜艇在水下要保持安静，不能让敌人发现。你上完厕所要冲水嘛，你冲到外面时候就有那个气泡呀什么，就容易被敌人发现。啊，这就参观完了，我要从这里爬上去了啊，赶紧走吧，万一人家的盖子落下来，我就蒙在里面出不去了。出来了。平时他们可以出来在这边放风啊，因为在这个潜艇里面都是密闭空间，你要是待上10天半个月的，这心里一般人的心理承受不了啊，必须出来放风。这就是潜艇的情况了。虽然说他已经退役了，我们还是可以进去参观一下它这个整体构造。最后再强调一下，这个潜艇现在是一个参观的景点，不存在涉密的这种事情啊。潜艇的门票是30，这个航母的门票是50。好，大家看完点个赞啊，拜拜。我现在在上海，
上海火车站，国际大都市上海啊，这边吃饭住宿都很贵的。我在火车站的周围找了个住宿，60块钱一晚啊，带大家去看一看，60块钱能住什么样的房间。出了火车站，沿着这个高架桥一直往前走，5分钟左右的路程吧，就到了我住的这里了。它这楼上呢是居民楼，楼下这几层是商业楼。进去看看啊，我把酒店的名字挡住。走廊里都是红色的灯光呀，有点红灯区的感觉了。看看房间里的情况，一共是住了4个人啊，昨天晚上都住满了。这边住了2个人，上下铺的。这边也是住的2个人。这住的人一多吧，房间里就显得比较乱。地上、桌子上这都放满了东西啊。男生的宿舍嘛，都是这样子的。那边是卫生间，这边是洗澡间。都是来旅游的啊，看拿着大包小包。这个房间用的是中央空调，还是不错的啊。这个洗完衣服可以晾在这里，这里还有洗衣机的啊，公用洗衣机。每个人还有一个小柜子，可以把行李放进去啊。但是贵重物品别放里面啊，一般贵重物品我都是随身携带的。这边是卫生间，它这个酒店是刚装修完，还挺干净的啊，也挺宽敞。这边是洗澡间，这个装修风格我挺喜欢的，黑白配。在这儿看一下房间的全貌，10个平方左右。现在上去看看啊。这个床位的宽度差不多有1米，长度有2米左右，还是空间可以的啊，可以活动开。高度也可以的，也可以坐起来，还是挺宽敞的。它这个床单被罩都是一克一换的，是自己套被罩的，我就懒得套了，就这样把它铺在下面啊。这是我的毛巾。躺下以后可以把窗帘拉上啊，这样就私密一点。这样躺在这里其实还不错吧。看一下床头这里啊，这里呢可以充电，这里有个灯啊，然后还给准备了2个耳塞，因为人多嘛，有人打呼噜，你晚上戴上这个耳塞就听不到别人打呼噜了啊，睡得比较好一点。这个客栈还是想得挺周到的啊。最后还有一点，如果你想睡下铺的话，你就要早一点来。像我都是晚上8、9点才来啊，所以只剩下上铺了。带大家看看这个酒店的公共空间吧，它这装修风格我挺喜欢的啊。这是前台，前面还有个迷你的台球桌，它这装修属于是简约风格的吧。这边有这个茶室，可以坐着喝茶聊天打牌之类的啊。这边还有饮料机。大家觉得这儿怎么样？在寸土寸金的上海火车站周围啊，能有这么个住的地方还是不错的吧。你们出来旅游会住这种地方吗？大家好，我现在在一座桥上，这个地方位置非常的特殊，这是江苏和上海交界的地方啊。这条江叫白球江，以这个江为界，这边是苏州昆山的花桥镇，这边是上海青浦区的新江村。哇，一条江隔开2个城市了，这两边对比非常明显，反差很强烈的啊。这边是农村，这边是高楼大厦。苏州这边的楼房盖得太密集了，好几排呢，一直延伸到远处啊。再看上海农村这边，人这里没有高楼大厦，都是田园风光，因为这是上海的郊区。在这边呢，要飞起无人机来才看得清楚，无人机的视角一览无余。咱们看一下两边的差别。从这个视角看，是不是看得太明显了？左边是苏州高楼大厦，右边是上海的农村，只有几个低矮的平房。印象中我们觉得上海是特别繁华高楼大厦那种嘛，但是在这里啊，上海反而是田园风光，
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格局啊？我简单分析了一下，因为这个地方对上海来说，它就是上海最偏远的农村地区，但是对苏州来说呢，这里就是离上海最近的地方。很多在上海工作的人，他们买不起上海的房子，但是就可以来这里买苏州的房子，白天在上海工作，晚上来这里住宿。这之间呢，有地铁是直达的，交通也很方便。慢慢的这边就发展起来了，而且苏州的昆山是中国的百强县之首，很有钱的这个地方，也有很多工厂，全国各地来这里打工的人也很多。就是因为离上海最近，所以这里发展的也是最快。现在长三角这一片已经是连成城市群了，苏锡常、沪宁杭、长三角，加上长江这个黄金水道，所以这里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方。其实我刚来到这边的时候，马上就想到深圳了，因为深圳和香港交界的地方和这边的情况非常的类似。深圳那边也是高楼大厦盖得特别密集，但是香港那边呢都是自然风光为主，没住几个人。深圳因为就是离香港最近，所以它发展也是最快的。通过这两件事啊，朋友们，我得出一个道理来，这个道理就是如果你想变得有钱，那你就要往有钱人身边蹭。大家觉得有道理吗？就是这座桥啊，黄色的这个桥叫古新桥。我现在要从苏州走路去上海了，去上海的农村看一看是什么样的啊。这个是6路公交车，这就是跨城的公交车啊，从上海开到江苏去了。这就是公交站台了。住在这边农村的上海人，平时吃饭购物啊，肯定是去河对岸的昆山呢。从这里坐地铁去上海市中心也要1个半小时呢。这边桃花也开了，好美啊！上海这边的农村真是太棒了，空气也好，环境也好。看看这个田园风光，大片的油菜花。北京管其他地方的人叫做外地人，上海管其他地方的人叫乡下人。这里就是上海的乡下啊，咱就是乡下来的。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让你选的话，你会选上海的农村吗？这种安静的田园生活，还是会选一河之隔的那个城市的高楼大厦呢？你怎么选？我现在在上海，上海的地标东方明珠。在上海玩了20多天，今天要离开上海去苏州了。有直达苏州的地铁啊，顺便体验一下上海最长的地铁线路11号线啊。从地图上看一下这条线路啊，它是从迪士尼开始发车，横穿了整个上海，最后到达苏州的昆山花桥镇。然后它从这里还分了2条线呢，一条是通往嘉定北的，一条是通往苏州的。全长是83公里啊，哇，太长了！从头坐到尾要2个小时啊，朋友们。我现在从这中间开始坐啊，然后再倒一趟地铁，倒到这个上面去，需要1个半小时坐到花桥这里。这边有很多在上海工作的人啊，他们把房子买在这边，早上从这边坐地铁1个半小时来上海市中心工作，晚上下班以后再1个半小时坐地铁回这边睡觉。这就是双城生活，每天路上的通勤时间是3个小时。现在我就去体验一下。到了换乘站了，11号线，这边是嘉定北的，这边是去迪士尼的。我往这边走啊。现在不是上下班高峰期，所以人不多。看看这边啊，也没多少人。地铁进站了。这11号线的终点是有2个嘛，一个是嘉定，一个是花桥。它地铁来的时候，广播里会通知，就是这一趟车是去嘉定的还是去花桥的。你要注意听啊，不要坐错了。车里人挺多的，全都是年轻人啊。现在很多村庄都没有年轻人了，
人都去哪里了？来上海的地铁里看一下就知道了。到花桥站了，哇，全程坐了1个半小时啊，太长了这个距离。车票是7块钱，就从上海的市中心坐到江苏的昆山了。这是一段跨省的地铁呀，江苏昆山，这是中国百强县排名第1的啊，很有钱的这边。去这边转一转吧。这个跨城地铁站，我想知道这地铁出了上海以后归谁管啊？同样是11号线，是归上海管还是归江苏管呀？我现在在上海，上海的东方明珠。这个视频带大家进去逛一下，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。来上海旅游20天了，一直没有上去过这个东方明珠啊。这马上要离开了，我打算上去看一看啊，毕竟是上海的地标，不能留遗憾啊。这个东方明珠的票价很贵的啊，我给大家说一下，它是有很多球的，我们到这个球是199的门票啊，最便宜的了。最顶上还有个球叫太空舱，那个球是220块钱门票，那个还要预约的，因为它球比较小嘛，能容纳的人不是很多。我今天呢就是到这个球199这个啊，这里有一个玻璃栈道。这个东方明珠除了有这3个球，我们看这中间还有5个小球呢。它为什么建成这个样子啊？它其实是根据白居易的一首诗叫《琵琶行》，里面有首诗句是大珠小珠落玉盘，就是这么多大小不同的珠子落在下面的盘子里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通过安检进来了，东方明珠的正下方，这里写的上海欢迎您。现在进去啊，哇塞，排队的人好多啊，这么多人排队，哦，要先去那边排队的。我去，这人都转到那边去了，这得排多久啊？人太多了。现在进来了，排了2个小时队啊，那里挤的人最多。最后要到中间这里去坐电梯去，这周围一圈全都是人啊，从这里过去也得1个小时。大家千万不要在周末来啊，人超级多。哇，终于要上电梯了。18层，263米到了。哇，终于上来了，排了3个小时的队啊。这上面是这样的，先去这边看一看啊。我看看黄浦江对面的那个南京路。今天天气不好，下雨了，雾蒙蒙的，看不清楚啊。我这样吧，我先转一圈，看看这上面有些什么东西啊。人真的是太多了，今天是周6。这边上一圈玻璃，可以趴在边上往下面看。这边是商店，全都是卖纪念品的。啊，这边有厕所，这里是休息区，这边有望远镜，望远镜是收费的，投币1元可以看30秒，就是这个。看看商店卖些什么啊？一些卖吃的饼干，这边是还卖中华烟，烟是280块钱一条。这边有卖东方明珠的模型啊，这样子的可以买回去做个纪念，200多、400多，这个最大的600多。这边看到一个自动售货机，看一下可乐的价格，可乐雪碧都是8块。这种易拉罐的是5块，这个也是5块，贵不贵呢？这个价格，它这边的玻璃上啊，它写的从这里出发，离各个省的省会有多远。这个离哈尔滨1700公里，这边离长春1470公里，山西省的找到了，这里距太原市1090公里。对面那个楼是
浦西第一高楼啊，这个特别好看的。前面这个就是黄浦江了，上面好多游船。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地方。现在转到浦东这一边了，这边就是上海著名的3件套：打蛋器、注射器和开瓶器。这个打蛋器上海中心大厦，它是全国最高的楼啊。前几天我已经去过了，也拍了视频了，想看的朋友们往前翻一翻啊。这个上面太吵了啊，乱糟糟的，跟菜市场似的。现在去259米的透明观光廊，它这个楼上还有一个旋转餐厅呢，那个餐厅是200多。从这边的楼梯走下来了，这下面还好大呢，也是一大层。这外面是玻璃栈道的那种感觉。哇，这边人更多呀！看这个边上啊，我去，全透明的，全部是玻璃的，啊，吓死了！200多米的高度啊，可以坐在悬空玻璃上拍个照，下面是完全空的，对面就是上海滩。但是这个玻璃比较模糊，拍出来效果也不好了。它这玻璃应该换新的了。我发现小朋友胆子都挺大啊，在这个玻璃上来回跑啊，一点都不害怕的。给大家看一下下面啊，200多米，那儿有个大圆环，那边也是大圆环。这上面的情况就是这样了。今天不知道怎么了，这人真的是超级多。这里是下去的，哇，一大堆人在排队啊，排队都吵架了都。上来的时候排队，现在下去了也要排队。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大家看了我的视频，又省了199块钱啊！现在我要排队下去了。最后再给大家一个忠告吧，千万不要周末来，排队3个小时，上不来，下不去啊！好，就是这样，拜拜。大家好，这次我在上海一共玩了20天时间，基本上知名的景点我都去了。我看评论区很多朋友问我一共花了多少钱啊？这个视频我就总结一下，供大家参考。其实花费情况是很容易统计的，因为都在微信上手机支付嘛，所以打开看一下记录就行了。点开这个钱包，然后这边有个账单，看一下我3月份啊，一共是花了6300多。但是我昨天就来了苏州了，把苏州花的钱去掉，差不多是6000块钱。这个121就是商务座的票价。然后走之前在上海吃了顿麻辣烫啊，一顿就42块9，哇，上海的麻辣烫好贵的，杨国福，500克是29块9，等于很多蔬菜都能卖到29块9一斤了，太贵了啊。然后就是上海的地铁票，你看都是5块5块，基本上都是5块6块7块了。然后就是吃了几次麦当劳，都是25的套餐，28的套餐。然后就是去哪儿网订的酒店，我发现去哪儿网现在是价格最便宜的，比携程啊、美团要稍微便宜点，90多的，这是60多的，60多这是床位房啊，它不是单间，就4个人住一间房的那个。这个东方绿洲30的，这是潜艇的门票，这个50是大门的票啊，买了50的门票进去可以参观那个水泥航母。这边还坐过一次最贵的地铁啊，12块钱，坐到滴水湖那边的。然后是磁悬浮50块钱，其他就没有啥了。吃了几次麦当劳，麦当劳也超贵的啊，吃那个全家桶什么的。然后就是最贵的就是迪士尼的门票了，348。然后这个10块钱是纯包的钱，因为我当时带着无人机进去，人家不让带，在门口纯包花了10块钱。这30块钱是买了2瓶可乐啊，1瓶15，2瓶30。在上海这边交通的话都是坐地铁啊，地铁、公交加共享单车，
这里的地铁特别方便，去哪里都方便。上海的麦当劳、肯德基现在都没有吸管了，可乐都是直接对着这个喝，都是从这个口子里喝。啊，这个25块钱啊，这4个可乐，4个鸡块，1个汉堡，还有个香芋派，25块钱解决掉午餐了，用很快的时间把午餐吃完，一会儿还要出去拍视频啊。香芋都挺好吃，在上海来说，麦当劳就算是平价的了，你去其他餐馆吃饭更贵啊。你像那个快餐的也很多，但是对我旅游的来说，不一定能找到，就是我想吃饭的时候不一定能找到那个快餐店，所以综合算下来的话，吃麦当劳、肯德基是最经济、最实惠、最快捷的。以上这就是我20天的花费情况，一共花了6000块钱左右，平均每天300块钱。大家觉得多不多呢？这已经是我很节省的情况下了，每天还要花300块钱。上海的消费确实很贵啊，主要是贵在这个住宿上了。像上海这边便宜点的住宿啊，如家呀、汉庭这种快捷酒店，每天都在150左右，而且这个还不是市中心，还是稍微远一点的距离。像我住宿的话，都是1天住酒店，1天住青年旅社，这样交替的住，不然消费会更高的。好，这就是我的情况，供大家参考啊。